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贾先生26岁，来自麒麟；滴滴司机包女士33岁，来自麒麟，销售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谈一段姐弟恋让你有压力吗？我觉得压力挺大的，我毕竟比他大了7岁，我心态上我是有点自卑的。我没什么压力，我跟他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他的年龄，而是他之前的那段婚姻。你说他俩都离婚了，没事总联系啥呀？他妈一直看不上我，还想拿分手费把我打发了。因为他现在对我的态度也不好了，我觉得我们这段感情快要走不下去了。我是挺想娶她的，但是她一直不相信呢。我就想问问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她才能满意？哎呀，这个短片里面有几个关键词啊，姐弟恋，然后有婚史。是的。有孩子吗？有孩子。孩子现在是归我前夫了，现在就是8岁了嘛，已经上学了。你们两个人恋爱多长时间了呀？相处1年多了。你跟他说他妈妈是对你们两个人是不同意的，对吧？是的，有干涉吗？他妈妈就是绝对是不同意我俩在一起的。就我觉得啊，就是父母不同意也可以，说最起码你有一个原因啊。他妈妈上来拿1万块钱分手费把我打发了，你说我俩相处的也挺好的，你说你给我1万块钱多伤感情啊。这事儿我得说一下。首先我是对他的态度是一直没有改变的。我妈跟他说这些话，不是他说的这样，是他给我妈要3万块钱。你就在那胡说八道，什么3万块钱呢？是我妈跟我说你给他要3万，现在是听我妈的还是听你的？老师，我这个事是有证据的，他妈妈给我发微信也好，这个聊天记录我是没有删过的。我可以要求就是栏目组可以把这个录音放出来。来，我们先听听录音啊，别着急啊，来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俩的情况我已经全部知道了，我是不同意你俩在一起的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比我儿子大那么多岁，还想让我儿子照顾你，可能吗？你的想法是不是太天真了？今天我就明确的表态，你俩必须分开。我给你拿1万块钱，你马上在我儿子面前消失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有什么感情啊感情啊，那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听说过我儿子对你有感情。我告诉你，你想和我儿子结婚是不可能的，我坚决是不允许你进我们家门的。1万块钱你还想少啊？嫌少这我都不想给呢。你说这话没有用，什么小磊说的我说的，我儿子回家已经和我沟通好了，就是不想娶你了。你赶紧死了这份心吧，你不用问我儿子，我们家的事儿我做主。你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今天我在这同意给你1万块钱了，你赶紧拿着，立刻从我儿子面前消失。如果今天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，以后连这1万块钱都没有了，咱们就走着瞧。我就告诉你，在我这儿你永远进不了我家门。听见了吧？是不是你妈说的话呀？中间他前期跟我说的时候是拿1万块钱，我说阿姨你可能是不了解我们之间的情况，说我俩在一起也挺不容易的，你拿这1万块钱绝对是来羞辱我的。那他说你嫌这1万块钱太少了，这是啥意思呀？我是这么说的啊，我说你这1万块钱是打发叫花子呢。确实我有回怼过他，之后后来我又问了他一句，我说这句话到底是你儿子说的还是说你自己说的？完了他就是说了啊，你不用管谁说的，我儿子就这态度啊，他家现在就是他做主，他儿子做不了主。就是最后一句话你们也听到了，说有他在的一天我连他家门都进不去。我才说那你要说1万块钱太少了，你给我拿3万块钱。我当时我确实说了这么样一句话，也是气话。对，确实是气话。这个钱他当时3万块钱没有直接转给我，他是先转给我一部分，月这么转的。真要了这3万块钱，他真收了。他是先给我转了5000块钱，老师。之后后期呢，他说啊，我这挣的不多，一个月啊，我有了我就给你转个2、3千，有了我就给你转个2、3千。那你收了这个钱就分手了是吗？没有分手。那你为什么要收这个钱呢？我是想着啊，他一个月转给我2、3千吧，我们之间这不还有这个联系吗？最起码有这个挂钩。说实话，我跟他就是有感情的。确实这个钱我收了，
后期吧，我觉得他态度挺好的，我要的是他这个态度，你知道吗，老师？最后我是把钱退给他了，他后期又给我转了2个月的钱嘛，我是后期不到1万块钱，我又把这个钱退给他了。是你退给我了，但是老师你说他对我母亲应该说这句话吗？你妈要是不对我这个态度，我能对你妈这个态度吗？我跟老人已经沟通好了，现在不反对咱俩了吗？嘴上说是不反对了，那他做那些事儿呢，是不反对了吗？老师你不知道啊，他妈妈简直就是嘴上同意，其实他心里内心他根本都不同意。他来看过我俩1回，因为我俩现在是在一起住嘛。他在家的时候是一个样子，不在家了走了之后又是一个样子。在家的时候啊，对我就是觉得挺好的，我俩之间没有什么矛盾啊，而且好吃好喝的坐着是吧？等到他一走了，那马上让我吃剩菜。他妈不是来你家住吗？怎么他妈做饭啊？关键是他起来了，他就让我吃的酸菜呀。他放桌上，说明他自己吃的呢。确实他也吃了。对吗？他自己吃吗？他没说给你准备吗？你不自己准备早饭吗？那我还觉得呢，他妈就是给我下马威看呢。不是他妈来你家给你下马威，然后还给你做饭，还是你自己想象的，是你自己心里边还是有障碍。就是剩菜剩饭，就是做饭这个事儿，我不说了啊。就有一天我下班回家，我发现一个事儿，他妈在屋里打电话呢。我无意之间听到的，我不知道他是他妈给他大姨打电话，还是说给他大姑打电话啊。说啊，我这媳妇儿啊，岁数也大了，之前还生过孩子，现在身体也不好，以后能不能生出来还不一定呢。现在就处着玩玩，以后哪天了，要是处不好的话啊，我就让我儿子不要他。你说这话，我心里难受不难受？我本身我年龄就比他大，他妈把这个事说出来，让我特别难堪，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会在就是年龄这件事情上这么焦虑，然后甚至自卑呢？也不是说压力啊吧。我就觉得，就是通过他妈这件事儿，他妈这个态度，我感觉之后他对我的态度确实也是发生太多变化了。他有啥态度的变化？就是生活上啊，他出去跟朋友聚会啊，你要跟我出门的话啊，你必须得穿得好看点，你今天必须得化妆。老师，那时是我对朋友聚会嘛，因为都带女朋友去。就我心想，乐呵，我领他也出去跟我朋友见面啥的，是。我当时原话化妆，穿漂亮衣服，他就理解为他就是啊，我是不是我嫌弃他了啊？是我长皱纹了啊？你就看不上我了？是我比你大啊？我又老了，他总是这种疑神疑鬼的整我，我就感觉我就有点憋屈。你说我本来年龄就比他们大，一眼就能看出来，而且你还要刻意把这事儿强调出来，你这样会让我心里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他说的也没问题啊。我觉得啊，你男朋友是接受你的年龄的，咱想个最基本的逻辑，你又没骗他，你比他大7岁是吧？他要不接受你比他大7岁，他就不找你，是不是基本逻辑啊？我觉得现在不接受年龄差的是你首先就不接受，所以你格外介意。是我确实额外特别介意这件事儿呢，但是我就这个事儿，就是我必须得跟他掰扯明白，下次他干脆不带我了，发小聚会他都不带我了。老师，发小聚会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发小是每年聚几次会，但是聚会吧都是一帮男的，不带女朋友。他可没跟我说我都不带女朋友，他直接就说了啊，我发小聚会都一帮男的，不带我就难受。说出来了吗？都是一帮男的。对呀，那我就难受呀。他们俩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小片里边男生说的，说什么你跟前夫怎么回事儿？他一直觉得这个点他很介意。前夫我觉得也没什么说的呀，他就是小心眼儿。我那是小心眼儿吗？就你看孩子，我不挡你，但是你不至于他每天跟他前夫唠嗑吧？你这干嘛呀？这挺温柔的一个语气，别在那胡说八道了，行不行？我什么时候跟他温柔过语气？再说我跟我前夫说话，我从来都没背着过你吧？你是没背着我，但我听着我不得劲儿啊。是这样的，老师，我孩子小，今年8岁嘛，刚上2年级，我就是怕孩子在学校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社交上遇到什么问题，那我一定要是通过我前夫去了解呀。那我不跟我前夫联系，我怎么了解这个孩子呀？他就是简直就是无理取闹。是光孩子吗？那你那车是咋回事啊？啊，就他有个车，就是打算要卖。这我这忙前忙后，我寻思我给他找人赶紧卖了，是不是？他这倒好，他背着我给卖给他前夫了，卖完告诉我了。你说搁哪男的不生气？他们卖了个啥价？便宜卖了还是合理的价？这他说他比那个正常市场价高个几千块钱。首先我必须要说一点啊，咱俩还没有到结婚那一地步，咱俩还没有结婚。这个车是我的个人财产，
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。你跟我联系的人一直都没有消息，正好我跟我前夫说了这么一个事儿，我前夫正好他也说那不行，你就把车卖给我吧，我这边多给你1000多块钱。这1000多块钱其实是什么呢？也就说白了是一个保险的钱。我还挺高兴的，这多卖钱了，我还挺开心的。我把这个事儿回去跟他说了，结果呢，跟我掉脸子了，跟我翻脸了，就说的啊，我背着他把车卖给前夫了。那是车的原因吗？那不还是跟你前夫的原因吗？现在其实你就是非常介意他和前夫的联系，对吗？甭管他们2个人确实是因为孩子产生的联系，还是什么原因，我不是说那么建议，但是你得有个度，是不是？度是什么度？你不至于每天去这么问，你就打孩子的幌子去跟他去联系吧。那他每天确实是在问孩子的情况啊。确实是问孩子情况，但我感觉我这个心里作为一个男的，我感觉我挺就吃醋了，没有底。哎，你除了介意就是他跟前夫联系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吗？有老师啊，就他跟异性的关系，他不知道一个保持。他不做销售的嘛，他客户比较多，大多都是男客户，他根本就没有个度。去年的时候，就是快到6·1了嘛，我寻思我上他公司我去看他，带他出去玩一会儿。等我到公司人之后，他工位上一堆吃的，我说这是谁给你买的？他跟我说他同事。我说咋的？过6·1他给你过呀？你俩啥关系啊？他可倒好，他不就是我师傅吗？他关心我怎么了？那本来就是嘛，我是做销售的，是由我师傅一直带着我的。当时我也是跟我师傅开个玩笑，我说啊，6·1儿童节了，我说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呗，师傅。这个吃的没有多少钱，他就非常的介意。我当时跟我师傅吧，也确实是一个玩笑话，我们也没想到我师傅会给我买，他确实是买过来了。他到我们单位来看我，确实发现了这个事儿。之后他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跟我师傅有什么关系了？那你说在一个单位工作着，难道什么话都不说了吗？除了吃的，还有介意啥？还有这个是最生气，我感觉就是大多数男同胞都忍受不了的，就已经都8、9点钟快躺着睡觉了，他客户给他发信息，叫他出去吃饭，不管我怎么说，他非得要出去跟他吃饭去。哪个男的能同意自个儿女朋友跟别的男的去吃饭？来，哪个男的能同意？我跟你说，其实要是我来说的话，其实我心里我也有点别扭，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呀？就是为什么叫他去吃饭？这个事儿，说实话，我跟他有解释过啊。当时是处于在月末的一个阶段，就是我们单位是在冲业绩，每个销售员都是在冲这个业绩。我确实是为了急于求成去拿这个提成。我跟这个客户吧，说实话已经维持挺长时间了，一直都拿不下。客户一直都没时间，刚好赶上那个点儿，人家下班，他确实也是跟了一个人，就是2个男士，是吃的火锅，也是在我家附近。讲2句啊，做销售啊，培训的方式是这样的，你要约我吃饭，我们提前2天说好，而且我不会一个人来，我一定带一个同事一起过来，对吧？那有一些人呢，他就是挂着你。我没有啊，老师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听下来，我觉得你是没有的。但如果你没有，那么你这件事就过界了。你琢磨一下，因为他是临时叫你的，临时喊你的，对，对吧？而且你是一个人去的，对，是吧？你是不是过界了？你介意他跟男客户吃饭，介意他的领导给他买零食，他工作上还有什么让你介意的？他工作上没有了，但是他总拿钱的事说我挣的不够，跟他的身边朋友去说我，贬低我，搞得我现在在我朋友那边没面子，在他朋友那边也没面子。你反应过来了，你终于反应过来了，我为什么这么拼命挣钱呢？我为什么大晚上去见客户？我为什么要着急拿这个提成？你终于反应过来了。我为什么着急赚这个钱？你终于反应过来了。我为啥贬低你啊？我说的不是事实吗？我跟别人说的好像是事实吧？来，你是不是不务正业呀？说几件具体的事儿，他怎么了？跟哥们儿出去喝酒，真是不在乎，一喝酒1、2千块钱就扔进去了，就买单了，自己一个人冲出去买单，这不是冤大头吗？我跟我那帮朋友喝酒，不是说光我自个儿人一个人花，人家别人也有花，就是轮着去花。只有是这次他去抓着了，因为这钱是花是确实比较多。是就光这一次的事儿吗？上次我跟他们出去聚会了，一共10来个人，消费了1000块钱，消费1000块钱，当时说好了 AA 制，当时喝多了让他去买单，当时我就跟他朋友吵起来了，我说凭啥他买单呢？不当时说好了 AA 制吗？大家就直接扫钱，他冲出去就买单了，1000块钱。1000块钱不多吗？给我买2件衣服不好吗？何必要花在那些人身上啊？哪一个有正经工作呀？
你听没听过一句话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。跟他们联系啥呀？正经人你联系，我不拦着你。你说那些都不正经人，你为啥要跟他们联系呢？那些都是他的朋友吗？发小。你们2个人收入差距是不是有一些？7、8千块钱吧。你一个月比他多挣7、8千是吗？对。那你在生活上会补贴他吗？对，确实是。他现在还有4、5张信用卡呢。他这个信用卡，他有的时候他自己都还不上。有一回我开完工资，就把这个钱给他还信用卡了。这个还完信用卡，说实话，我手里边真没剩多少钱了。我的钱，我从来说不在乎说的，哎，他会不会还给我？他从来都没替我考虑过啊，总是想着是啊，我强势。他的妈妈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现在慢慢接受了你。那你的家人呢？我父母当时是不同意的。就是我父母觉得他年龄小，就是照顾不了我。见过他吗？哦，见过，就是给我的态度也好，给我父母的态度特别不好，就是感觉啊没有这个人来一样，自己坐在那沙发上玩手机，当没看见人一样。这就是你重视老人的态度吗？我还咋重视啊？是做一堆饭，但是你是不是得问问我是不是爱吃啥呀？都是这种油腻的、辣的，一堆肥肉啥的。我本身我是油性皮肤，我吃不了那些东西。就是吃完就比较爆痘那种，但是我没有说是他没给他父母面子。我虽然我是没动筷，但是我是不是跟他做的陪你父母跟他吃完呢？那你是不是甩脸子下桌的吧？人家老人给你做一桌子菜，你面子你都不给吗？你哪怕你吃2口啊，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对我父母、对我家人也好，真的是不重视。不光这一件事儿，上回我父母有病了嘛，生病了之后来到这里吧，我想着他开车带我父母去看病，你知道人家跟我说什么吗？啊，你老整这麻烦的事儿干什么呀？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什么？我说先让老弟跟着他去，咋老弟找不着医院呢？我说我手里有活，我现在回不去，我没说我不去吧。你说我老弟，他大学刚毕业，那么小，他能整明白啥事儿啊？他老弟21、22了，21。他说他老弟小不懂事儿，办不明白。本来就办不明白嘛，要是他能办明白的话，我又至于说给你打电话吗？人家都说了一个，我当时不回不来吗？啊，你那时候在干嘛呀？我毕竟是跑网约车，我但是手里有个活，一个长途单，但我当时回不来。他接单的，对，你跟他解释了吗？我跟他解释，他就以为我不重视他父母。不是，那他是不是在跑网约单啊？对，确实跑了一个长途单。他有没有跟你说我跑完这单就来？对。那他确实也是，这不也很正常吗？当时不也挺急的吗？完了，他就是往我弟身上推。不是，那他怎么办呢？你要他怎么办？这单就不做了吧？他不能把半路放下，对，赶下去啊。那如果说在我认为，我就觉得你把乘客放下，你就要以我父母为主。就我现在最生气一点，也不是说他父母这个事儿，就最生气一点是他老弟这个事儿，他太惯着他老弟了。听出来了。就他老弟，就是他毕业不已经半年左右了，喊我姐夫嘛。3天2头找我要点钱，他不好意思找他姐要。你说一口一个姐夫，我能不给他这钱吗？但咱不说是小数目，张一随口，咱3头200的，咱是不是得给？半年了，我催他让他老弟找个班上，他说啊，我老弟还小，他上什么班？管你要2个钱，3头200的也在这计较。1次2次行，咱可以给。半年，这半年期间有一次过分的，他老弟有个女朋友，他女朋友想要个手机。1万多块钱，姐夫给你拿钱，行，那个2、3千姐夫给你拿，他不干，就要1万多块钱手机。我问他了，我说我拿还是不拿？他给我来一啥？啊，我老弟给你要点钱咋的了？咋这些钱还不能给啊？我没说话，我忍了。他现在不还小吗？你跟他不就跟你男朋友差3、4岁吗？你弟弟？那我弟刚从大学毕业呀，也没有说有过社会经验呢。来，女士，今天你来我们节目是想要解决啥问题？我就是想让他给我一个明确态度，我俩到底能不能结婚，能不能往下走，能解咱俩就解，不能解咱俩谁也别耽误谁，是吧？一点没听出来你是来要跟人家结婚的，我以为是要来分手的呢。不是，这有一个深大夫，我就要他了。你跟我上不上山吧？我就问你跟我上不上山？男生，你今天是被薅着过来的是吗？不是，我今天来这目的就问他他身上这些毛病。就能稍微改一改，包括他跟他那个异性保持一下距离，是不是？保持距离啊。没事，你跟你那个前夫咱不说是断了联系，就为了孩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那么去频繁的去联系。跟前夫少联系。对而且还有他那个老弟，尤其是他那个老弟伏地魔的问题。伏地魔的毛病，你这3点是吧？改了这3点，你就跟他结婚吗？我可以跟他往下继续，适不适合结婚？我不还是个未知数。对，
咱们来解决问题的啊。我们先听听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小刘和莹莹，你们2位听完他们2个人的事儿有啥想法呀？首先吧，她作为你女朋友，本身吧她就比你大，有点自卑。不管怎么样，你是不是不应该说非得逼她去化妆啊？她是你的女朋友，对不对？还有就是你刚刚说的她那个弟弟，姐，这我得说你了。你弟弟都21、22了，我也有个弟弟，你就这么惯你弟弟？你弟弟我看来是个没用的人，在我来怎么叫没有用呢？你说这话我就不愿意听了。觉得你弟弟那么厉害，那是你弟弟事儿。我就这么惯着我弟，我就有这么一个老弟，我一个当姐的，我就应该惯着他，以后我也得这么管着他。我弟弟比你强。就是说刚才那个这个姐姐呢说，她那个男方的那个父母对她不好，这个应该都是互相的。你对他父母都不好，他能对你父母好吗？你也知道是互相的呀。首先是他父母恶意跟我沟通的，所以说我才给你。谁都怼呀，人家劝你们的你也怼。那我觉得他这么劝，我觉得不对呀。他老说让我对他父母有改变，如果说他父母对我有改变的话，我自然也会改变呀。行，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。其实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，它其实不仅仅是关乎于外表和能力的。这个姐姐她完全以自我为中心，她自己有一个标准，她这个标准不适用于我们任何一个人，而且因为她自己有一个标准，就她这个标准还是随时浮动的，是根据她的心情来制定的。所以在这一段关系里面，我个人觉得其实你们俩互相冷静会比较好。姐弟恋来说的话，其实你们2个必须要一个有阅历，一个有个性，但是你俩现在刚好相反。还有一点就是，女生一直在倒自己的诉求，她非常强的输出了很多东西。其实男生，你的诉求其实很好解决，但他的诉求是不好解决的。有一点，我希望男生能够明白是什么，你得要学会2个字叫祛魅。就是一个聪明的男孩，你在姐弟恋里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叫祛魅的观点，叫什么去除魅力。你要真正的去看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样子的。因为你们2个彼此已经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就是如果说这个人去除他所有外在的魅力之后，你要看这个人他的人性跟你是否是匹配的。还有一点就是，你要首先保持自己能够情绪稳定的去跟对方沟通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俩都不成熟。现在这个阶段，你们现在也没有步入婚姻嘛，然后也没有那么多，就是其实现实的问题摆在你们俩眼前。在这个时候，其实你们俩没有这么多现实考验的时候，已经出现了这么多问题。所以其实男生这个时候，你要有一些引领性的行为或者是决策，会对这段关系更好。动物世界啊，它有一些很奇怪的规则，比如狮群啊，它有老狮王和新狮王。当老狮王死亡了或者被驱逐了，新狮王会取了老狮王的那头母狮，然后呢，把那个老狮王留下的小狮子一口一口的咬死，然后自己当狮王。它有点像你拼命的保护着自己的血脉，孩子、弟弟、父母都跟你血脉相连，然后现在你要纳一个心，就这个人你可以进我的家族，前提条件是什么？你身边的人际关系都给我咬死。比如说你妈对我不好，所以消灭啊，这个你那个身边有那些狐朋狗友可能威胁到我们的未来生活，消灭。特别粗暴，但问题在于他是个人啊，他是有独立意识的，你和他之间建立的这个连接，情感连接是基于平等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你的性格方面需要改，跟他没关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这种原生家庭的传承会影响到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未来第一个是过度保护，跟你弟弟一样过度保护。第二个，他们也有极强的警惕感，对于外界来说，他会害怕受伤，害怕受伤就会减少对外的尝试。所以你弟弟一定是一个不太敢冒险、不太敢出去尝试的人，包括你的孩子都是。这就是你们整个家庭所带来的问题。你作为一个母亲，作为一个长姐，你真正对于自己弟弟或者孩子好的一个状态，你得改变自己的方式。和这个世界的连接有很多种，我们并不一定说我每一步每一次我都手里得握着刀，这个人动一动就空，一刀就捅上去了，不是这样。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可怕。尤其是比如说他母亲，比如说他母亲一开始不喜欢你，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正常的。是的，自己把一个20多岁的孩子带出来，是的，他要去娶一个30来岁的一个带着娃的一个，他不高兴正常的，他不同意也正常的。那当然他跟你说的那些话里面确实有过分的点，但是如果他现在已经有所改变，那你作为晚辈，
那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，他有进一步，你也得进一步。这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去发生连接的方式。至于男生，我说句实话，我觉得你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对这个姑娘的耐心。我要么不理她，我冷暴力；要么就是我慌慌慌吼起嗓子，她不说话了。你现在就用这种方式，那你认为你这种方式能和她之间长期相处吗？肯定不行，就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已经破裂了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在舞台上，要么就是分手，为什么？因为已经破裂了；要么就是你们完完全全的审视自己，不要审视对方，审视对方已经没用了，审视自己。你要不要把自己的性格和相处模式再翻过来，再给对方一次机会？如果你觉得我自己这个人能翻过来，我和这个世界的连接的方式能翻过来，那你们还可以再试一试，否则破裂就已经破裂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陆琪老师。陆琪老师都是从最底层的逻辑告诉你们问题在哪儿，然后帮助你们给方法。如果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想要找陆琪老师帮忙指点一二的，搜索这个我们陆琪老师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啊，然后你说自己是爱宝的老粉，能获得新人礼。我就说2点，第一点，我听到这的时候，我特别庆幸你的儿子跟着前夫，因为不会带出一个妈宝男的儿子。跟着你，就像你弟一样，22岁，自己的父母生病，没有能力带自己的父母去医院，他给自己的女朋友买礼物，不懂得自己去挣钱，回头去找姐夫要，这是一个男人能干出的事儿吗？在你的这种的一直的保护和你父母的保护下，从一个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，这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当中，你们阻碍了他的成长。姐姐的正确做法是什么？当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回头把你弟找过来，你问他你是不是个男人？你为什么自己不挣钱？你要管你姐夫要？这是你的正确做法，这是教你弟弟做人，懂吗？这是教你弟弟成为男人。所以我说，为什么庆幸你儿子不在你身边长大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儿子最后也武功全废。还有一点，姑娘，你自卑就自己回家自卑去，不要把自卑甩锅到别人身上。你现在是把你所有的自卑、焦虑全部甩锅在这个男人身上，好像都是因为这个男人造成了你的自卑。亲爱的，33岁是你本身的实际年龄，不是因为跟他在一起你变成了33岁。我觉得你的这个心态呀，真的不适合跟他在一起。1折磨他，2自己折磨自己，你这样反而老得更快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呀，不如放开手，给自己也留条活路，给对方也留条活路。就这样，还是沙老师刚才说的那个，你不要把你的很多的一些个负面的情绪各方面就发泄到男方方面。其实刚才我听到那女方说的那话，我很不爱听。我怎么能挣多少钱？怎么着？你看你怎么着？这是俩人好的这个方式吗？大家伙共同一块儿去努力，一块儿把日子都过好了，共同的目标啊。那个。老师说的也是，你们这个应该好好的各自反省一下，这是最好的。女生，我问一下啊，你就是认真的思考一下，你对你们这段关系，就是未来真的能够结婚生子、白头偕老，从心里去思考啊，% 多少的可能性？其实刚开始我冲他的那个态度，我觉得他要跟我结婚的一个态度，应该会有80%、90%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感觉也就是30%吧。这是往最多说是30%。我跟你说，其实你最初看到他，你那80%、90%是因为你们最初热恋的激情，平淡之后，你的那种和人相处的方式和就是异性啊亲密关系相处的方式，都是类似于我是向死而生的，我们这段关系迟早要消亡的。你是打着这个深深内心的这种不自信、不相信。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和他相处的。如果你不打破你这个魔咒，你不自己把你心中那个自卑的坑填起来，没人能填得了你。为什么要去这样过日子？你一个年年轻轻，在我们眼里30出头一个女性，哇塞，花一样的年龄，最好的时光，不是那么幼稚，又有了成熟感，又知道赚钱，花一样的年纪，你应该33岁比你18岁的时候更有幸福感和配得感。你要培养的不是如何去和人相爱，你是自己，我配，我值，我是一个可以拥有一个男人爱的有价值的女人。好，
谢谢严老师。几位老师的话都有些分量，值得你们深深的反思。来，我们交换一下位置，你们接下来的时间坐那儿好好想想，听听他们的故事，正好想想你们的事儿，好吧？